你一定听过这句话：吃太油，吃太腻，喝杯普洱茶去油解腻。尤其吃完火锅、烧肉或大餐后，很多人都会想喝一杯普洱茶，觉得嘴巴比较清爽，胃也比较舒服。但问题是，茶真的会像洗碗巾一样把肠胃里的油脂冲掉吗？从科学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脂肪不可能被一杯茶直接刮走。但有趣的是，2026年一篇国际期刊回顾研究提醒我们，普洱熟茶真正值得注意的，可能不是直接分解油脂，而是跟我们的肠道菌有关。所以熟普的去油解腻，不是茶汤把油洗掉，而是可能跟肠道菌有关。对，这就是自己要拆解的重点。欢迎来到茶学笔记，这集我们就来看普洱熟茶真的比较养生吗？关键可能在肠道菌。那普洱茶的养生说法常被讲得很神，尤其老生普、老熟普常被说越陈越养生。有人说可以降血脂、控制血糖、帮助代谢、抗发炎、顾肠胃，甚至还有人讲到抗癌，越喝越健康。其实这里要分开看了，这些说法不能全部混在一起讲。不能混为一谈。对，因为有些是人体研究，有些只是细胞或动物实验，有些甚至已经被市场话术放大了。而且这篇论文聚焦的是普洱熟茶，所以我们这集先回到熟普来看。了解，所以不能把所有研究都直接解读成喝熟普就一定会变健康。没错，所以这集我们不急着问熟普到底能不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先看过去这么多熟普研究，看起来很分散，但背后有没有一条比较清楚的共同脉络？那这条共同脉络是什么？这篇论文整理出了共同线索，其实就是3个关键：肠道菌、代谢环境以及氧化与发炎平衡。哇，这3个都不是小题目诶。那这篇论文是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吗？对，这篇论文发表在食品科学领域高影响力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技术趋势》，也就是 Trends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它不是单一实验而是整理了近40年高达351篇的普洱熟茶研究。哇，近40年351篇耶！那它整理的范围只有血脂、血糖吗？范围其实很广，它涵盖的主题包括血脂、血糖、肠道菌、氧化与发炎、器官保护、抗菌以及抗癌相关研究。所以这篇比较像是把原本分散的研究整理成一张比较完整的健康地图。没错，它不是说熟普有神效，而是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楚的线索。熟普可能透过肠道菌影响短链脂肪酸，也就是 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 还有胆汁酸代谢、肠道屏障，最后连到血脂、血糖和发炎反应的平衡。听起来很神奇耶。那为什么是普洱熟茶？红茶、绿茶、乌龙茶也都是茶，而普洱生茶也会后发酵。为什么这篇特别讲普洱熟茶？因为熟普多了一道非常关键的制程，叫做渥堆发酵。渥堆发酵？对，生普是晒青毛茶经压制干燥而成，熟普则是把晒青毛茶加水，让含水量大约到30到40%，再堆放数周，在高温高湿下由微生物参与发酵。这个过程中还会翻堆，让发酵比较均匀。哇，所以熟普不是单纯放久，也不是烘得比较重，颜色才变深。它真正关键的是渥堆发酵吗？对，这个过程会让茶叶里面的成分发生很大变化，例如茶多酚、儿茶素、氨基酸会下降，同时促进茶褐素，也就是 theobromines， 还有茶多糖、末石子酸 gallic acid 等成分形成。原来如此，所以熟普的红褐色茶汤不是脏，也不是泡太浓，而是发酵转化后的一种结果。没错，但汤色深不代表一定更养生，它只是熟普发酵后的特征之一，但不能单独拿来当功效保证。那生普如果长期陈化，也会形成茶褐素吗？有可能，生普在长期陈化中也会有氧化聚合，可能形成一些茶褐素。但熟普的特色是透过渥堆发酵，在较短时间内快速促进茶褐素、茶多糖、末石子酸等成分形成，这也是这篇研究特别聚焦普洱熟茶的原因。了解。那茶褐素进到身体里之后，是不是就直接被人体吸收，然后跑去降血脂、降血糖？这里要先厘清一个常见的误会茶褐素这类大分子，人体其实不太容易直接吸收。不太容易吸收。对，
它比较像是一路来到肠道，成为肠道菌可以利用的食物来源。所以我们喝下去的熟普，不只是给自己喝，也可能是在喂养肠道里的菌吗？可以这样说，这也是这一篇回顾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整理到熟普或熟普萃取物可能让一些有益菌增加，例如阿克曼菌 （Akkermansia）、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um）， 也就是台湾常听到的比菲德氏菌，以及乳酸杆菌 （Lactobacillus）。阿克曼菌就是很多人说的瘦瘦菌吗？对，媒体常这样称呼它。阿克曼菌和肠道黏膜、肠道屏障、代谢健康有关，所以近年很受重视。那肠道菌吃了熟普里的这些成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它们会产生一群很重要的小分子，叫做短链脂肪酸。像乙酸、丙酸、丁酸都是短链脂肪酸。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肠道菌发出的讯号，这些讯号会进一步影响肠道屏障、发炎调节，甚至跟能量代谢有关。所以熟普不是自己跑去燃烧脂肪，而是先影响肠道菌，再由肠道菌发出这些代谢讯号。对，这个说法很接近这篇回顾整理出的核心机制。那这些短链脂肪酸怎么又会跟血脂、血糖有关呢？这就进到身体的代谢开关了。研究整理到，短链脂肪酸可能牵涉到几条重要路径，包括 AMP 活化蛋白激酶，也就是 AMPK， 还有过氧化体增殖剂活化受体伽马，也就是 PPR 伽马，还有胆汁酸代谢。哇，这几个名词听起来很生硬哦，帮我们解释一下吧。好， AMPK 可以想成细胞里的能量侦测器，它会感应细胞目前的能量状态，然后带动一连串代谢调整。所以它不只是侦测，更像身体里的代谢开关。对，当 AMPK 被启动时，身体比较像进入调度能量的模式，而不是一直把多余能量存成脂肪。这也是为什么 AMPK 常常会跟脂肪利用、血糖调节、能量消耗有关。了解。那 PPR 伽马呢？ PPR 伽马则跟脂肪细胞、胰岛素敏感性、葡萄糖利用有关。胆汁酸代谢则会牵涉到胆固醇和脂肪消化。所以熟普的重点不是一杯茶马上燃脂，而是它可能透过肠道菌和代谢讯号，让身体处理血脂、血糖和能量的方式比较稳定。这里的比较稳定，就是你前面说的代谢环境吗？对，学术上叫做代谢稳态，也就是 metabolic homeostasis。白话讲，就是身体管理血糖、血脂、脂肪储存和能量消耗的平衡能力。不是数值瞬间变漂亮，而是让身体的代谢比较不容易失衡。除了血脂、血糖，你刚提到的氧化与发炎平衡，又跟肠道菌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把肠道想象成一道城墙，正常情况下，这道城墙要让营养进来，但不该让太多细菌成分、毒素或发炎刺激物跑进血液。也就是说，肠道不是只有消化食物，它其实也是身体很重要的防线。没错，当肠道屏障变弱、通透性增加时，一些细菌成分，例如脂多糖，也就是 lipopolysaccharide， 就比较可能刺激全身性的发炎反应。所以肠道城墙如果守不好，发炎压力就可能变大。对，研究整理到，熟普可能透过肠道菌和短链脂肪酸影响肠道屏障相关指标，例如 ZO1、Occlutin、Mucin 2等紧密连接蛋白。这些名字可以不用记，只要知道它们跟肠道细胞之间的连接、黏膜保护有关，就是让肠道这道城墙比较稳固。可以这样理解。也有研究观察到，有些抗氧化指标上升，像是 SOD、GHS， 而一些发炎讯号，像是 IL-6、TNF-alpha， 则有下降的趋势。重点不是熟普直接消炎，而是它可能透过肠道菌、肠道屏障和抗氧化系统，让身体比较不容易一直处在发炎压力里。所以关键还是在肠道菌。那前面讲了很多机制，人体研究有吗？还是都停留在细胞和老鼠？有的，这篇回顾整理到23项临床试验，研究对象不只包含一般健康受试者，也包括代谢症候群、糖尿病前期、过重或肥胖族群，还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患者。所以人体研究也有看到一些方向。对，像是体重啊、腰臀比、血脂、饭后血糖、肠道菌、短链脂肪酸、发炎指标等方向，都有看到一些正向的数据变化。那是不是可以说真的有健康效果了？
可以说有值得重视的人体研究线索，但还不能直接当成医疗结论。为什么？不是已经有人体研究了吗？有，但目前人体研究还有几个限制。第一，有些研究缺少严格的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第二，样本数偏小，有些甚至不到30人；第三，介入时间多半只有几周到几个月，还不足以评估长期效果；第四，使用形式也不一致，有的是茶汤，有的是即溶茶粉，有的是萃取物。了解，所以不是说研究没价值，而是还不能把它讲成喝了就一定有效，像药一样。完全正确，手谱确实有一些值得重视的人体研究线索，也是日常茶饮里不错的选择。只是如果已经有高血脂、糖尿病或正在吃药，还是不能取代药物、饮食控制、运动和医师建议。那如果茶褐素这么重要，科学家为什么不把它直接复制出来，做成一颗标准化的药呢？这就是目前的难题。茶褐素不是像维他命 C 那样的单一分子，而是一群结构很复杂的大分子聚合物。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完全厘清它的完整结构，也缺乏稳定的标准化方法，所以很难像药物一样做成固定成分、固定剂量的产品。所以是因为目前还做不出药的阶段。比较准确的说，不是它没价值，而是它太复杂，现在还很难被做成标准化产品。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传统渥堆发酵不是简单的化学配方，它是一套由原料、湿度、温度、时间、翻堆和微生物共同作用的复杂工艺。从这个角度来看，手谱的珍贵不只是年份，也包括这套发酵工艺本身。也就是说，科学正在理解它，但还没有完全复制它。确实如此。那这篇也有整理到抗癌研究吗？有，但多数还停留在细胞或动物研究，只能当成机制线索，不能直接说喝手谱可以抗癌。了解，所以还不能套用到人身上。对，证据走到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所以回到日常生活，手谱到底该怎么喝、怎么看？我会用3句话总结。第一，不要把手谱当药喝。如果有高血脂、糖尿病、脂肪肝或正在吃药，还是要照医师建议。第二，不要追求越浓越好。手谱喝起来比较温和，不代表可以无限量喝。茶还是有咖啡因，容易睡不着的人，下午或晚上就要减量。第三，手谱比较适合当成一种日常茶饮，而不是大吃大喝后的赎罪茶。所以手谱不是药，也不是拿来抵消大吃大喝的万能解方。对，但它也不是只有心理安慰。2026年这篇回顾整理近40年351篇研究后，指出手谱比较清楚的科学线索，还是回到肠道菌、代谢讯号以及氧化与发炎平衡。换句话说，手谱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把它神化成药，而是从肠道菌开始，重新理解它在日常饮食里的角色。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从去油解腻一路谈到肠道菌的原因。下一次你饭后喝手谱，不妨不要想着刮油，而是想成这杯茶真正有趣的地方，可能是在你看不见的肠道菌里。这里是茶学笔记，我们下集继续用论文读懂普洱茶。